要说断舍离，一次性丢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物品，把家里还原成极简生活的状态，这种高境界普通家庭根本做不到。因为国人在骨子里就对勤俭节约有着很高的忠诚度，所以即使很多物品根本用不到，也不舍得扔，不愿意丢，但无休止的囤积一些根本用不到的东西，注定会成为精致生活的绊脚石，到头来只会让家里变得乱糟糟，最终连收纳也成了问题。这一期小东就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，给大家总结出7件断舍离之后不会再囤的东西，个个都是中国式家庭的通病，看看你家有没有。1. 超市购物的赠品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商家真够精明，把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。就比如说，每次陪老婆去逛超市，他都会被捆绑销售的一些赠品所吸引，什么买饮料附赠的杯子，买方便面附赠的盘子，结果原本计划在购物清单上的物品一样没买，反倒是带了一堆看似实惠实则无用的赠品回家。久而久之，这些用上的锅碗瓢盆就成为了家中的累赘，丢在橱柜的角落里，吃灰又占地方。小东建议，所谓的赠品其实就是超市促销的一种手段，千万不要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理，建议趁早断舍离，把家里的收纳空间留给精致且实用的家居物品上。2. 外卖剩下的一次性餐具。现在不光是年轻人不做饭，很多中老年家庭也不喜欢做饭，毕竟比起亲自买菜做饭还要洗碗，点外卖确实方便省事。我家也是如此，因为工作繁忙的原因，近年来也经常在家点外卖。每次看到商家附赠的一次性餐具没有开封，本着节约的心态就随手丢进抽屉里，想着下次也许会用得到，但现实情况却是，这些一次性餐具日后很少会用到，毕竟家里都会有餐具和碗筷，结果就是囤积的越来越多，不仅浪费了收纳空间，还给做家务增加了很大负担。小东建议，要么点外卖时选择不要餐具，要么就及时断舍离，别再囤了，特别是那种廉价的，放久了再用，不卫生不说，还会危害健康。3. 洗不干净的抹布、洗碗布。厨房里的抹布、洗碗布用久了就应该及时换掉，别再囤了。抹布也好，洗碗布也罢，都是日常的消耗品，再好的材质，用久了也会影响吸水性、柔韧度，清洁效率也会随着下降。此外，高频使用的旧抹布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菌。但我发现很多人家里的抹布已经用到发旧破损了，甚至都能闻到发霉的味道了，还不舍得扔，真的不能理解。如果为了节省节约，省到影响健康的程度，真的是得不偿失。小东建议，虽说频繁更换会有成本负担，但对于常用的抹布、洗碗布，建议至少2-3个月也要换一次，毕竟干净卫生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生活。4. 有缺口碗碟。相信家里碗碟有缺口了还在凑合着用的家庭并不在少数，特别是老一辈的家里基本都有这种情况，毕竟老年人都比较节约，觉得碗碟缺口了也不影响使用，丢掉怪可惜的。但事实上，因为使用有缺口的碗碟造成割伤身体的案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。就在前不久去我同事家聚餐期间，没注意用了一个磕了一点点的盘子，结果洗碗时直接裂成2半，瞬间手指就被割了一条口子，血流不止。小东建议，所以奉劝大家，碗碟有缺口就别再用了，毕竟不美观，容易被割伤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缺点。而且碗碟有缺口也不够圆满，还有失财漏富的说法。5. 厨房小家电。经常喜欢上网冲浪的朋友会发现，在一些二手转让平台，出镜率最高的就是厨房里的各种小家电，什么空气炸锅、早餐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、煮蛋器、电饼铛等等，琳琅满目，简直是应有尽有。毕竟大部分人都有过一个想成为厨神的心，谁还没买过几个呢？但事实上，对于上班族来讲，每天早上都忙得鸡飞狗跳，哪有空闲时间做早饭？即使等到周末休息，也只想好好补个觉。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家电能用到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对于普通家庭，添置一台蒸烤箱或是微波炉，基本就能覆盖日常需求了。小厨电越囤越多，不仅用不上，白花钱，还要专门收纳，花精力去整理，图个啥呢？6. 用不上的数据线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现在的电子产品也是越来越多，随之而来的是商家附赠的各种数据线。很多人的习惯是，即使换了手机，升级了平板电脑，但配套的数据线却不舍得扔掉，生怕以后有用到的时候找不到。结果就是1-2年下来，囤积了一大堆看似有用，实则根本用不到的各种多余的数据线。但说实话，现在的电子产品基本上接口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数据线都是通用了，根本没必要囤那么多。
保留1、2根质量好的，完全够用。小东建议，现在的电子产品要么是安卓口线，要么是苹果线，其实共用一个就够了。特别是那些质量差的，充电时灵时不灵的，劝你赶紧扔掉，用着堵心不说，还有安全隐患。7、养花剩下的花盆。都说人养花，花也养人。好看的绿植盆栽不仅能提高家居氛围感，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，所以现在也非常流行在家中养一些花卉盆栽。但说实话，养花种草也是一门学问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花养活。就比如我妹家，前段时间就痴迷上了养多肉，大大小小的品种搞了几十盆，结果没到半年就死得所剩无几了。花虽然养死了，但花盆却不舍得扔，堆在阳台上到处都是。很显然，这些闲置无用的花盆留下来也是一点价值没有，只会让家里的环境变得脏乱差。小东建议，如果已经决定以后不再养花了，就要及时处理掉。真的觉得直接扔掉可惜，不如送给身边有需要的亲人朋友，让他们发挥更好的价值。其实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更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。以上这7件东西，个个是贫穷家庭的通病，是我发誓断舍离之后不再囤积的物品。